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好，我们说中美两强的竞争，未来 AI 尤其是科技方面啊，绝对是重中之重。所以全球都在疯 AI， 但是会不会疯过头了？因为这个 AI 是不是有泡沫化的危机？这几天的全球股市啊，上演了一场像 AI 的大逃杀。辉达市值半个月蒸发了1兆美元，另外像帕兰泰尔还有超微、美超微是全线崩跌。最致命的是45家云端 AI 半导体大厂平均本益比飙到23倍，但是他们的获利只成长了13%，显示股价的上升跟基本面呈现严重脱节的情况。警讯还不止如此。韩国交易所罕见的对 SK 海力士发布了投资谨慎的提示。另外，新加坡金管局也警告 ，AI 的估值偏高，恐怕会引爆信贷危机。而这个大卖空主角叫 Michael Berry 呢，他居然是放空辉达，那放空刚才说的这个帕兰泰尔。那帕兰泰尔其实它是一家软体跟技术的服务商啊，整个市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很不一样啊，大家都在想说是到底是会获利还是陷到了一个瓶颈，是不是 AI 开始有泡沫化的危险？好，那么这个讲到了 AI 泡沫化。大使，因为我们曾经在2008年就08年那时候 .com 这个网络泡沫化的危机哈，大家感觉好像会不会是又来一次这样的一个泡沫化？您觉得怎么看？这有不同的说法哈，不过一般的认为就变成就是说，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大的 AI 公司之间哈，彼此互相投资的例子很大，而且金额也很大，比如说像这个 NVIDIA。跟这个 Mega， 然后最大还有这个 OpenAI， 对，还有这个这几个大的厂里面，甲骨文也是，甲骨文 Oracle 他们彼此互相投资有时候都是3000亿、4000亿美金的这种大的投资，那所以就变成好像看起来并不是市场这个有新的资本进来，而是大公司之间相互的怎么样，互相的投资，那好像有这种制造这一种形象，好像这个这些公司都受到大额的投资，那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在进行这个股票的这种股价的操纵，那就变成就是说有一点点信心动摇。所以像 Oracle 本来它就是说它的股价在它宣布应该是 NVIDIA 对它投资了3000亿美金的时候它事实上它当天的股价就涨了30%。可是问题后来的几天就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虽然它有拉起来，可是现在跌回到它在涨价的那个30%，它到回那个水准。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大家要怎么讲？大家要怀疑的就变成说，其实 AI 这个产业是不是这么好？就跟 .com 的产业一样是不是跟它当时这个.com 这个整个 bubble 破的之前？大家认为就是 .com business 好像这个市场远景好得不得了，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兴产业啦，我认为这是一个新兴产业。是，那你可以看到像黄仁勋这些产业的领军者，他们做出来的预测当然是很这个远景非常好那未来可以创造多少利润，市场有多大然后他们要多少投资多少，画一个饼嘛，画一个饼，因为它是高科技的。那也有不同的科学家在场，有不同的意见啦。他说是好，可是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它的应用范围可能也不是在短暂的时间它可以创出这么大的获利，或者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那这个就是说也有这个说法。不过我看最近有一个就是 Goldman Sachs 的一个报告他们认为这个现在的 AI 产业并没有 bubble。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去研究了，他认为就是说由这个 Magnificent Seven，也就是 AI 产业里面领军的7个美国的公司，他去调查他们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所谓的 cash flow 就是说它现金的周转，他发觉还是非常非常的充裕。然后呢，这些公司因为它有很大的现金流。所以他们在进行所谓的自己股票的回购，还有自己股票的这个股利的发送的时候，他说都非常非常的正常，没有任何有这个有 bubble 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个泡沫的迹象。是，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产业还是充满了活力。
那当然就外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说，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这几个大公司之间相互的投资，相互的投资，而且金额非常的大。那对这一点有产生怀疑。那至于 AI 产业是不是如他们这些主要的这些黄仁勋啊，或者几个这些领军人物，他们所描绘出来这么大的愿景啊，可能要打个问号。有人在怀疑，可是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家，还有中国大陆几乎都是全力在投入这个 AI 产业，没错，认为是一个下一阶段这个人类的产业的最主要的领军产业。而且就这个中美两强来讲的话，也是未来在竞争国力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一个关键产业。那中国大陆也是大量的资本投进去，所以你要光说美国人说这个产业说那么好，你会怀疑的话，可你看中国大陆好像在作为上跟美国也是一样，全力投入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说，AI 如果是未来的趋势的话，当然现在大家一窝蜂的投资，还是必须要注意到风险啊，特别是债市最近有一些端倪啊。美国银行这个首席策略师他就指出，他说 AI 巨头呢，在这一年拼命的发债包括刚刚我们点到的几个像 Meta 啦、甲骨文啦，甚至是云端巨头等等，都在借钱。那问题来了，就是说呢，如果说 AI 这么赚钱的话，为什么大家还要疯狂的来借贷啊？尤其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数据甲骨文的债务股本比居然是高达500%。那市场也惊爆出呢，像是 Meta、Google 跟微软呢，都在延长设备折旧的年限。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达到美化财报跟获利数字的目标。所以股价高，获利又被垫高。那刚刚提到说，虽然有现金流，可是现金流到底真实的数字、真实的状况是如何？大家才会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素去考量到说，会不会有可能泡沫化呢？现在这还是一个问号，就是既然它是一个趋势，既然大家都要投资，可是为什么 AI 的泡沫现在大家讨论就是从债市端来看，有没有可能会引爆的危机？这部分庄老师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 Oracle 的债务股本高达500%，就相当于这个营运的债务是股东权益的整整5倍，听起来吓死人一般企业应该早就垮了那 AI 很花钱，我打个比方，就好比说在一个富丽堂皇的歌剧院里面上演音乐剧，那观众满坑满谷拍手叫好，就歌剧院老板抱怨说会赔钱，会倒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 AI 很花钱。第一个花在硬体设备方面 ，NVIDIA 的这个晶片单体我们讲到那个 H100。我刚一查，报价就3万美金起跳，新一代的这个 V200是5万美金起跳，而且单片晶片无法运作，你买一个最简单的 server 要8片，8片乘一个 server 要50万美金那你买这些晶片硬体之后还不够，还有一个 data center 资料中心，给人家储放，包含电力，还有巨量的一个冷却系统像那个中国贵州那边就有3栋来当 data center， 主要是省电那具有了一个冷却系统，还有网络流量。还有这个新建设施，所以这个东西很花钱。第三个呢，人才的研发、培育、挖角又要花钱。那这钱花下去之后呢，现在的 ChatGPT 1个月才给你收20美金嘛，然后 Pro 的 Professional 才收200美金。那纵使有钱赚，也是杯水车薪，而且还有个时间差，你可能1年后、2年后、3年后才入账。所以第一点有这样问题。第二个呢，债券到期，因为长久以来资讯科技产业习惯去借钱，因为属于低利时代。那你低利借贷，这个债券到期之后，就只好再借更高利息的高额债券回来抵，又花一笔钱。对，再来就是你有可能要发股利啦，或是要 buy back， 要买回库藏股等等，又要花钱。所以为什么财务报表不好看？就是这样。当然，主任刚刚问到了，这种搞法是不是压住成本，还是掩盖亏损？坦白讲，2个都有。我举例一个 server 就是 GPU server， 它可能15万美金，折旧是3年，每年摊列成本是5万美元。你把它改成5年，每年摊列3万美元，1年就省了2万美元，财报就好看。对，就好看了。事实上呢，这个都无助于掩盖了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研破状况。那刚刚大使也提到嘛，有没有可能 AI 走在人类需求之前？有可能，因为产业的发展已经走在人类需求之前。那如果未来没有进一步的这个需求达成，
投资下去那些就血本无归。对，更可怕的是呢，这个美国方面也有学者呼吁啊，要暂停开发 Super AI， 因为它已经超越人类可以驾驭的范围。如果在缺乏全民共识跟足够伦理规范可以安心使用之前，还要暂停研发，我想这都是对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严格考验。所以是不是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说供需的问题啊？是说我做了这么多这个投资，这么大量的投资，但是未来的需求到底有多少？哈，这个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制造的人，他当然希望他要去创造那个需求量出来。那当然，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最近在市场上面，大家也说压倒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哈，就是 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 他就直接警告，他说 AI 革命需要政府补贴，否则是撑不下去的。这番话让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说这是不是代表着 AI 商业模式还没有办法自给自足啊？MIT 这个最新研究更指出，95%的这个全球 AI 企业的投资现在是零回报。哇，95%是非常高的。好，更可怕的一种叫做衔尾蛇资本模式啊。这个模式呢，其实就是晶片大厂投资云端公司，云端公司在保证采购晶片 ，AI 公司再回头买云端服务。啊，这个衔尾蛇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找这个图，就是呢，它会自己吞噬它自己的尾巴，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循环啊。这也是大家最近常常听到一个就是永生啊，就是我可以一直不断的去循环，但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会不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呢？Russ 你怎么看呢？因为95%的 AI 专案现在根据目前的数据是都没有赚钱，然后 OpenAI 今年亏损高达70%的营收哈，所以泡沫化的问题，因为大家就会联想到刚刚讲08年的 .com 的那时候的泡沫，最后生存下来当然有，可是你怎么看？泡沫化不能排除，因为我们过去有经验啊。目前我们不知道以后AI 的功能对不管是对企业界、政府部门或我们个人的消费者会有什么样的真正的影响，或者我们需要买多少的服务。那尤其是我们个人的 individual 的个人消费者。当然有很多 individuals 已经开始使用 AI， 尤其是如果像在社交媒体做影片啊，那很多人已经买 AI 的package 来做影片了。企业界也开始使用，不管是在客户方面或做什么市场预测等等，那很多大企业已经开始买 AI 的服务，但是真正的用途就跟25年前那个时候网络一样，我们不知道以后5年以后、10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用途。这个目前真的是一个大问题。说它未来的应用，对不对？对，应用的范围跟领域。对，但是相关企业还是会继续投资了，即使有泡沫化，部分 AI 公司退场，未来还是继续会存在。而且会有它的成长，跟网络一模一样。网络泡沫化的时候，那过几年就有 Facebook、Amazon、Google、YouTube 等等一些很成功的网络企业出来。对，那 AI 也会一样，就是很难预测，但是至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目前知道一件事情，川普总统不希望在他执政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泡沫化的情况，所以 Sam Altman OpenAI 执行长这样公开说我们需要补贴，我相信川普也有听到，他是讲给川普听的。是的，所以将来几年不排除美国国会，尤其是如果是在共和党的两院在共和党的手上。那补贴可能会到位了，而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也相信中国政府习近平等等也不希望在中国境内 AI 会泡沫化，所以他们也会提供补贴。我刚刚特别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那个衔尾蛇那样的那个循环哈，就是最担心的就是资金断裂的问题。那你刚刚提到了，解方就是政府补贴，是这样吗？是，其他没有办法了，我们已经看，不管是美国或者中国、欧洲、日本等等，他们对科技业做政府的补贴投资，对，已经是普遍化了。所以好，
所以回到那个资金断裂的，就是要不发生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话，那只能够政府出手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